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有没有一款手机让用户在使用中既感到快乐又带着一些痛苦？有。自从 Galaxy S20 系列以来的每一款三星 S 系列手机都符合这个描述。不同于其他手机用户常常为自家品牌打抱不平，在社交媒体上进行激烈争论，三星手机的用户更像是新生代的 F1 车迷，每天乐此不疲的黑三星的手机。这种过于热闹的自嘲氛围，甚至使得搞不懂为什么还有人在用三星这句话，成为了判断三星手机用户的最佳标准。玩笑归玩笑，无论我们怎么嘲笑自己的手机，事实是三星在全球市场上销售的出色，足以证明其在硬件方面的实力。搭载自家顶级屏幕、高通特殊超频旗舰处理器，再加上 LPDDR5X 加 USF 4.0 闪存组合，三星在智能手机三大件上的硬件一直保持着领先水平。在三星 Galaxy S24 系列中，最让人关注的莫过于 Ultra 系列。今年的三星 S24 系列在外观上延续了去年的 S23 设计风格，采用直板直屏机身、4边等窄的铝合金边框，包裹着 1440P 加顶级屏幕。今年 S24 系列的所有机型都提供了1至120赫兹 LTPO 可变刷新率和峰值 2600 IITS 超高亮度， S24 Ultra 除外，它独享钛合金边框。 S24 加在手感上进行了微调，手机边框和背板接触处新增了些许圆润的过渡，减轻了手感的生硬感。然而这次的设计调整也带来了2个小遗憾，手机边框和屏幕的过渡仍显得生硬，底部电源接口位置看起来不在边框的视觉中线上。总体而言， S24 加的设计仍令人印象深刻，4边等窄的边框为屏幕带来了出色的视觉观感。尽管 S 系列未采用屏下摄像头仍然是一种遗憾，但考虑到 S24 加出色的屏幕素质，这些小妥协可能并不值得过多关注。今年 S24 加的屏幕在饱和度上有所收敛，不再过度饱和显示。尽管大多数网友似乎更喜欢以前的饱和炸弹显示，但 S24 加的屏幕发展朝着准确而不是讨厌的方向是一件好事。至于超声波指纹传感器， S24 加保留了三星一贯出色的屏下超声波指纹传感器，位置灵活，相比光学方案更具优势。近年来，三星在超声波传感器算法上也有所改进，至少现在的 S24 加不再像去年的 S23 加那样对钢化膜要求严格，但出于对安全性的考虑，建议用户使用专为超声波指纹方案设计的钢化膜，或者干脆不贴膜。尽管三星年度旗舰在硬件表现上或许不如国内手机品牌那样极致堆料，但在三大件上的表现却不逊于国内旗舰水平。以 S24 加为例，在AnTuTu 中取得了202万分的成绩， 3D Mark 中也达到了5000分。然而为何三星在游戏性能方面往往与某些品牌相比稍显滞后了？这主要与过于保守的性能释放和有限的散热配置有关。为了打破三星散热不行的印象，今年的 S24 系列采用了更强大的散热控制系统，其中 VC 均热板面积最高增加 1.9 倍，显著延迟了手机性能撞墙的时机。在半小时原神游戏后， FPS 曲线保持稳定，背面中央温度仅为43摄氏度。在更准确的 3D Mark 20循环压力测试中，手机背面中央温度为40摄氏度，最高温度为42摄氏度。此外 ，S24 加的性能没有出现快速下降，反而在第4循环后趋于稳定，稳定性达到了 62%。尽管这一数字在比较中可能并不出众，但需要注意，稳定性不仅仅取决于手机循环中的最低分，还取决于手机循环的最高分及性能上限。在手机性能下限相近的情况下，上限越高，稳定性其实越差。因此，就 S24 加的性能和散热表现而言，作为8进3的 Android 旗舰， S24 加表现得非常出色。谈及性能之后，我们再来探讨一下三星的相机表现。随着许多手机品牌在手机影像方面不断发力，三星在这一领域并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传播宣传。相较于国内品牌与徕卡、哈索等相机品牌的合作，三星在影像领域一直显得低调。然而，这并不代表三星在手机影像领域落后于其他品牌。在 S24 加上，三星积极拥抱计算摄影和 AI 摄影，为 50MP 主摄、12MP 超广角和 10MP 长焦相机带来了出色的细节和画面纯净度。在微距摄影中，即使夜间接近画面边缘，照片仍然保持着出色的细节和解析力。强光透射下，叶片的颜色也得到了良好的控制，避免了过度饱和。
在传统的死穴红色花朵测试中 ，S24 加没有出现过去的爆白现象，花瓣上的纹理细节也得以保留。夜景方面 ，S24 加的照片画质干净，虽然在强光下可能有些许色散，但整体敏感关系和画面细节控制得非常出色。主摄像头在夜景模式下，对高光部分的堆栈处理也相当到位。然而，超广角的夜景表现相对逊色，颗粒感更强，画面中心区域的高光堆栈也有些溢出，低光长焦部分虽有一些涂抹痕迹，但画面整体仍然整洁，仅线条边缘处稍显肉。在体验 S24 加夜景拍摄时，可能由于借测设备采用早期固件版本的原因，手机相机的拍摄策略还存在一些提升空间。有时按下快门键后，手机会原地愣住2-3秒，之后才开始拍摄，缺乏对焦提示和拍摄倒计时。希望三星在正式固件中能够修复这一问题，优化整体的拍摄体验。当然，卓越的屏幕、强大的性能和优秀的相机只是一台旗舰手机的起点。作为一款搭载 AI 相机的手机 ，S24 加还有更多可展现的功能。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海外销售的 S24 系列中 ，AI 功能由 Google 的 Gemini 模型负责底层运算，这一模型的能力相当于 GPT-4。在 S24 加上 AI 功能分为效率和创意2大类，巧妙融入各系统应用的设置中。例如 S24 加的通话功能内置了双向语音翻译，开启后设备可自动识别语言，并在通话中实现自动翻译对话内容。尽管目前翻译仍需一定等待时间，未能实现即时翻译，但准确度高，且内置于原生电话应用中，非常适合在境外旅行时与餐厅、酒店进行交流。笔记助手和转录助手也是 S24 加上备受喜爱的功能。开启对应功能后，手机可在后台将多人对话转录为文本，甚至能自动区分不同的发言者。唯一的问题是，当前版本的 AI 在处理多语言对话时，可能会混淆部分外文单词，但结合录音可以快速检查和修改。至于在发布会上重点介绍的极圈极搜，可能是因为之前已经见过太多类似功能，反而没有给我留下特殊的印象。在创意方面，三星将 AI 与相机、图片深度绑定，推出了 AI 变焦、AI 夜景、智能修图、生成式编辑等一系列 AI 的创意功能。在之前的手机中，三星就尝试在取景阶段加入 AI 构图辅助，而创新的 AI 智能修图建议可以在拍摄后对图片进行重新构图的智能建议。编辑方面，内置的生成式编辑也能够对图片内容进行用户直觉的2次修改。点击 AI 星标，长按要修改的画面元素，即可直接调整物件的大小、方向，甚至直接删除物件，处理效果迅速。尤其在处理复杂纹理时 ，S24 加的 AI 在效率和准确度上表现卓越。然而，从目前 AI 的应用来看 ，S24 加的 AI 功能似乎还显得有些保守。在 AI 功能的运行效率方面 ，S24 加的 AI 完全有潜力在更多领域发挥更大的价值。例如，将 AI 文生图直接融入相机中，在拍摄前就实现全面的 AI 功能，或者利用 AI 学习用户原本的发音习惯，再将训练完成的语音模型应用在实时通话翻译中。经过1周的使用，我认为三星 S24 加是一款合格的 AI 旗舰手机，它拥有旗舰手机所需的配置和性能，同时也在 AI 领域进行了多次尝试。然而，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生成式 AI 有机地融入手机中，这已经成为所有手机品牌当前的首要研究方向。三星通过 AI 为手机赋能是积极的一步，但当前 AI 的能力始终没有超出预期，无论是翻译转录还是物件移除，我们在生成式 AI 爆发之前已经或多或少的体验过相关技能。生成式 AI 的出现只是提升了这些功能的成功率，使它们从能够运行进化到好用，距离真正的颠覆还有一定的距离。当然，无论是三星还是其他 Android 品牌，采用相对保守的 AI 功能，也是为了考虑用户体验的稳定性。手机内的 AI 与爱好者在电脑中部署的 AI 并不可同日而语，后者追求创意，而前者需要将稳定的功能提供给尽可能多的用户。这也是我认为 S24 加是合格的 AI 手机先行者的原因，因为它确实将 AI 手机的概念引入国际市场，让更多用户了解到 AI 手机，认识到 AI 手机背后的潜力，能够使 AI 手机的概念深入人心。光是做到这一点，对于三星 S24 加来说已经足够了。你觉得这次的三星 S24 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